Hello，大家晚安。今天要来谈一个小朋友的社交问题，因为有很多的父母跟我反映说，他的孩子跟他讲说，他常常跟他讲说，我都没有人跟我玩，甚至有些孩子会讲说，没有人喜欢我。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小朋友进到团体或学校去上学的时候啊，他其实很多孩子是不会交朋友的，或者是不会主动的。这其实是一种儿童的社交发展的一些小问题。那其实他们会很在意哦，你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些小问题。那当然有些爸爸妈妈一听到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小难过，觉得说什么竟然会没有人想要跟你玩，然后呢没有人喜欢你。好，那我觉得今天要来听听看这一集，因为这一集没有人要跟我玩，没有人喜欢我。今天的这一集要教4个原则、3个方法，还要送大家一个引导表，所以你一定要听完。你一定要听完，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可能用一些方法我看起来不太对，或者是叫做不太有效，我觉得这比较正确。我看到很多父母的做法就是，当孩子跟他讲说都没有人跟我玩，那我们就会急着要教他，然后会急着跟他讲说，那你就怎样啊，你就去找别人啊，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好，那你不要找他，那你就去找别人啊。好，那他们都不跟我玩，好，那你就带其他的东西去，然后跟他玩别的啊，然后或者是有些父母会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玩等等，很多方法都是的哦。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社交你用这种方式教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要么就是他觉得没有效，他不会去试；要么就是他试了以后，人家还是说不要。那你就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教了。Hello， 晚安，有看到你们。好，来蔡金慧晚安，有看到你。林怡慧、张建宏，点名。好，来陈梅峰，Hello， 有看到你们。好 ，Sam，Hello。然后对啊，有些人说不对，我就是这样说，找别人玩啊。你是这样子教的，就是没有人跟你玩，你就找别人玩啊。他们不跟你玩，你就找别人玩。你是这样教的话，你自己来按一下表情符号，让我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这样子教的。好，依依妈妈晚安。好 ，Ivy 晚安，吴静莹晚安 ，Hello 有看到你。好 ，Annie，Hello 晚安。好，你们都怎么教？这是第一个小问题，你们都怎么教？来，大家来互动一下。Emily 晚安，有看到你们。好，来。我刚才讲的那些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教的话，其实跟我今天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来听听看今天的3个小方法，或许是你的小朋友正遇到的问题。因为这种发展这种社会发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3到5岁的时候的这个族群的小朋友正在快速的发展这种交朋友的这种能力，还有主动，有些孩子的问题在于不主动。不会主动、不敢等等这样子的，比较内向跟退缩等等这样，3到5岁快速发展。但是今天整集我觉得要跟人家玩、跟人家交朋友，我觉得很适合3到8岁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你从明天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跟孩子对话。当孩子跟你讲这一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教他如何去跟别人互动。好，来杨员外，你说。姐姐小3和弟弟小2都有交朋友的困扰，我等一下讲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出问题在哪里。我等一下讲4个原则，还有4个小问题，你听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以后，因为你在家里面看不到他们的社交，你在家里面看不到他们的互动。好，我们在天才女秀这边开那个小朋友交朋友课有些小朋友玩得超开心的，因为他听到他可以交朋友他们其实内心是期待的，你有没有发现？来，各位爸爸妈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其实内心是期待要跟人家玩的，期待有朋友，有固定的朋友，有真的是可以玩在一起的那种朋友，他是期待的。你有没有發現孩子很期待，可是他却不能成功？他却不能成功。有没有发现孩子又期待，但是又怕受伤害的这一群呢？好，来。Rita，Hello， 有看到你们。杰玉，你说对。新芬，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好，多一点来听这一集小孩或者是小朋友的这些社交的小问题，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教过的话，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做。来，我们先来看看常见的
孩子不会交朋友，或者是交朋友总是撞壁，总是就是撞墙，总是踢到铁板等等这一群的小朋友，常见有哪几种问题呢？来看看对照一下，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呢？第一种，常常就跟妈妈讲，或者是跟爸爸讲，没有人要跟我玩，没有人喜欢我。好，听到的时候不要玻璃心，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求助讯号，它是一种求助。就是请求帮助，请求大人帮我，那你教我啊，我要怎么样跟人家玩，我要怎么样跟人家说，他才会来跟我一起玩，或者是我找他才会成功。好，所以第一个听到不要玻璃心，不要难过，我们等一下要学的是3个小方法。第二个，有没有中第一个的？好，来第二个，交不到朋友，常常会觉得很委屈。好，那有些小朋友会很难过，会很伤心。好，到小学以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真的会很难过。你不要讲小学，我那天评到一个4岁多的小朋友，才4岁多啊，一个小女孩啊，她就超级在意她没有固定的朋友。那妈妈教法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一种，我说妈妈你怎么教？然后她就说，她都跟她讲说，那你去找别人呐。然后孩子其实是很有点生气的。因为他其实就是想要跟那一个玩，结果大人教他的是，那你可以去找别人呐、那这不行，好，那个还是要教一些小技巧。第二个，那第三个，不太会主动，圈这2个字，不太会主动去找朋友玩，不会主动，有没有发现孩子不会主动呢？404位爸爸妈妈，好来，赶快上来，我还没有讲到方法我还有4个小问题，好，解决这今天的4个小问题跟3方法，今天还要送大家一个引导表，那你就懂了，你就都通了，所以我就说，虽然讲这些东西好像很枯燥乏味，但是你知道我都是重点式的，然后讲很快，然后帮你们整理完了以后，你只要听30分钟，你就通了，好，第二个有没有？第3个不太会主动，第4个常常一个人进团体了以后，有时候老师会跟你讲说，他常常喜欢一个人，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的呢？好，来，这是第4个。第5个，玩一玩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是会跟人家起冲突。那你说这个发展社交是不是会阻碍呢？对呀，有没有那种玩一玩就容易起冲突的？好，来跟老师讲一下。Dora，Hello， 谢谢你赏心好 ，OK， 那这些你们赏心的这些费用，全部都转成后面直播的这些制作费，好不好？好，来玩一玩会常常跟人家起冲突的，有没有？有没有第5个？3、4有中，秀姨妈妈，你说3跟4有中。好，吵架，对啊，玩一玩就吵架啊。玩一玩就起冲突啊，连跟好朋友也可能会起冲突。那个到底是不是好朋友？你就有的时候就会很怀疑。好，来下面第6个，人际关系不好。有些比较大的一点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际关系不好。大班1年级、2年级、3年级，很多的小朋友人际关系不好。然后第6个，缺乏固定的好朋友跟玩伴。固定的好朋友跟玩伴，有些家长会来跟我说。他其实都有人跟他玩啊，他怎么都一直讲说没有人要跟我玩呢？好，我告诉你你们误会了。当一个孩子在跟你讲说都没有人跟他玩，他其实他在反映的就是第7点，他缺乏固定的玩伴跟朋友。很多家长不知道，甚至有很多老师不知道，因为我们只看到他有人在一起玩啊。可是如果他回家的时候跟你反映说妈妈都没有人要跟我玩。他有可能在反映的是第7点，他没有固定的朋友。你说人为什么要固定的朋友呢？因为那代表一种关系建立，这是一种社交发展。所以应该上了小学或者是在大班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开始就会有固定的好朋友。开始就会有固定的好朋友。有些小朋友更早，大概中班、大班，他就喜欢固定的好朋友，跟某些孩子。就是气质比较相仿的，或玩的东西比较像的等等，他们会想要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叫做第7个固定的好朋友，这很重要，一定要记起来。好，来姐姐妈妈有问说，这是亚斯伯格的症状吗？不是，不完全是。但是亚斯伯格症状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今天晚上可以听听看这一集，也会有帮助。但是这是很多小朋友的共同的这些特质，不是全部都是亚斯伯格的症状。但我只能说，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有帮助亚斯伯格的孩子去发展他的社交，去发展他的社交。好，来再来第8个，在团体中总是比较内向退缩型。好，
这个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子。第9个也很多，总是待在旁边观察别人玩，看别人玩，有没有中第9的跟第8的？有没有？好来，第10，常常融入不了团体活动，常融入不了团体活动，团体在做一个事情，他在做他的自己的事情，小朋友那边一群在那边玩，他可能自己在玩自己的。好，有没有这种呢？好来，好，454位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讲哦，这10个你们中几个呢？在今天的整个脑科学的教养研究所里面，我们要讲这个议题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到近代的这些科学的这些文献跟报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讲社交孤独看起来好像有点可怜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成，小朋友不太会交朋友啊，都一个人啊，然后呢不太会跟人家互动啊，其实会影响到大脑发展，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告诉他说，你就去找别人玩啊。如果这么简单的话，科学研究就不会发现，哎呦，原来社交上面比较孤独的，会影响到他的后外侧的前额叶，这是很重要的认知区域哦。好，然后脑岛 issue 这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的情绪管理区域，处理情绪必经的这些区域，同理心区域等等的。然后后上侧的这些颞叶，还有后内侧的前额叶等等，还有海马回、杏仁核，你看这么多重要的这些区域，我过去其实都有讲过。海马回处理记忆，你也知道；杏仁核处理正负向情绪，你也知道。那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大家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孩子的跟人家互动或交朋友，或者是跟人家玩这件事情，他没有发展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孩子的情绪很多？好，你回答王老师这个问题，我跟大家稍微互动一下。老师的问题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小朋友一直在跟你讲说，妈妈都没有人跟我玩，妈妈都没有人喜欢我，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很多？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很多，然后常常毛很多，然后很多意见，然后呢生气，常常生气，爱哭，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为什么？就这个啊。当一个孩子比较 lonely 的时候，比较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发展其实是有被影响到的，尤其是情绪区域啊。来这边情绪区域，这边又有情绪区域，情绪区域圈了好几个，第1、2、3、4等等的，这么多情绪的区域，通通都被影响到啦。所以我们才要发展，帮助他们跟其他孩子顺利的互动，在里面得到快乐的感觉。建立正确的社交，这就是今天这一集的目的啊，对不对？你看大家都是讲有，何怡杰，你有发现对不对？孩子没有跟人家玩起来的时候，他其实他会很丢，他会很情绪很多，他会很爱哭，他会很爱生气，所以人就是需要社交的。在过去3年来的这个疫情阻碍了很多孩子的社交发展，这是我在临床上面发现非常非常严重的现象。因为我们不能跟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我们都戴着口罩，不能看到别人的表情，我们跟别人的情感交流，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游戏时间变少，情感交流变得比较少，口语上面的这些交流也变得比较少，快乐的感觉就变少，于是大脑整个发展的时候还是会被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就对啊，这个 Jessica 你说的很好，近期还会自言自语，自己在那边讲话，有没有？好，那倒不一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定是自闭症或者说是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交发展没有发展好，他产生一种社交孤独的这种现象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子啊。好，所以他才会这样。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讲到很重要的哦。好，一定要进来听了哦。好，来刘家飞，谢谢你赏心。好，林怡慧说人是需要社交的。好，陈华说2-3天就被老师讲，他和同学怎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对，你看我有讲，常常不知道如何互动，常常会起冲突。你也知道孩子不是故意的，但他就是不会有跟人家玩的技巧，跟他不知道怎么样互动。他要互动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问题，你一定要听来，接下来要听这四个问题，这太重要了。第一个问题，导播，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交不到朋友，总共有4个问题。你听完了以后，你开始可以归纳一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孩子是在这4个里面哪一个，那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解。第一个问题，孩子的玩法
跟人家玩法有问题，跟人家玩法有问题。好，来哦，我先讲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听到很多的小朋友跟人家的玩法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我来啦，我先弄啦，给我啦，你不要拿啦。好，这叫做控制型玩法。好，这叫做控制型玩法。这怎么交得到朋友？可是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年纪还小，所以有些小朋友就是爱指挥，控制欲很强。可是这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整个跟人家互动，还有跟人家玩，这样有通吗？好，所以有些孩子在学校里面的玩法，或者是跟人家互动玩法，这个我来，我先弄，给我啦，你不要拿控制型的那个玩法。那这一群的小朋友，他玩法有问题的小朋友的话，你要怎么教？好，你要怎么教？你在家要用一些小桌游，跟孩子一起玩，然后记得不要全部都让他，要练他轮流，要练他等待的能力，画重点，写下来。老师讲到重点的话，你自己要写下来，不然你就白上这一集了。不要白上这一集。好，短短的这30分钟，对啊，听完了以后又可以再去追剧，你就要把这些重点抄下来。你明天后天复习的时候，或者你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你就很快抓到重点。你不用整集都全部看，你只要去看你自己画的那个重点。在家里面用桌游去练习孩子2个能力，叫做轮流跟等待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要用到团体里面。再讲一次训练孩子轮流跟等待的能力，因为这2个能力要用到他的团体社交、跟人互动、交朋友里面的这些能力。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你可以去找一些社交情境上面的这些绘本。我今天刚好有找到一套，我觉得好。这一套呢叫做我会交朋友。好，我会交朋友。好，我会交朋友的这一套社交，整套都在讲社交的，里面有帮忙要刚刚好练社交力的我不是故意要发脾气的啦，在团体里面发脾气这个计划很完美，我不需要意见比较自我的玩法这都是我们刚才讲玩法有问题。好，你怎么那么霸道霸道的小孩的话，那在社交跟团体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会怎么看他呢？他们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就用这些社交情境的绘本来训练。还有为什么我要让你？对啊这一套叫做我会交朋友的这一套绘本啊，这一套我觉得蛮好的，大家可以来天才领袖这边参考看看。你们也可以走一趟天才领袖，然后来这边翻翻看都可以。那如果你太远的，你就上天才领袖的 LINE 的社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王老师帮你们把书选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忙，有时候呢，看到你们到天才领袖这边那个桌游绘本馆来挑的时候啊，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有时候都不知道要挑什么，都直接过去帮忙说，来妈妈，你的孩子几岁？然后呢，你觉得他有什么东西需要再加强的，我来帮你选。没几分钟就选好了。所以一样，我们帮大家挑了这个跟孩子的这些社交情境有关的这些套书，还有我会交朋友的这些套书，就是要帮助你节省时间，不要自己又去找了一大堆，结果念完了以后也没有帮助。那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来帮你选到天才领袖的社团里面 ，LINE 的社团里面，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老师推荐的这些东西对你在家里面教他们一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的孩子是今天的这一集的问题，不会交朋友，或者是交不到朋友，常常跟你反映说都没有人喜欢我，你先不要走心，你要记得我刚才讲的这一开始的这个方法。然后如果他是这种控制型的小孩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引导。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引导。好，所以但是父母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提醒这一类控制型的孩子啊，就是跟人互动的时候，你不可以怎样，你不要一直在指挥，你不要一直当小霸王，你不要一直我告诉你这个他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啊，他还是会依他的个性去行动，所以我才会要大家用套书去引导，在桌游里面去训练孩子轮流跟等待的这种2个小能力。
你只有平常把这些基础把它打好了以后，他真正进到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些团体跟社交的情境里面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学着用上，然后成功了以后，你又可以给他鼓励，好不好？好，这是第一种玩法有问题。好，那另外一种玩法有问题的小朋友是怎么玩的呢？叫做小心翼翼型的玩法，有没有？有没有很多的小朋友是我刚才讲了，待在旁边？看人家怎么玩的，小心翼翼的，还有只有把握的事才做。王老师有没有讲中？王老师有没有讲中？我们看太多的小朋友真的是这样，他就是待在旁边看，他要很有把握的事才做，人家擅长了以后他才下去做。那请问这个对于正在探索时期、发展探索这个时期的小朋友来说，他当然交不到好朋友啊，或者他当然没有办法互动成功啊。这一类叫做观察型小孩。我们刚才第一段讲的叫做控制型小孩，他会交不到朋友。第二段叫做观察型小孩，这一种观察型小孩的解法其实也蛮简单的。第一个，你要建立孩子一个信心，包括你让孩子去带他的熟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玩具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去团体里面跟人家互动，毕竟他这个是比较熟悉的这些东西，有些人是拼图，有些人是积木，有些人是魔术方块，有些孩子的是跳棋等等。他从熟悉的东西去建立跟人家互动会比较快。如果你只是建议他，你可以去跟他玩啊，你可以跟他去讲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通常不会成功。他还是需要一个媒介，所以请你让孩子或者是跟老师一起配合，带他熟悉的、他很会玩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去跟人家一起玩，或者是去跟别人介绍他的这些东西，玩具分享日等等的，这样子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起手式，交朋友的起手式所以这个叫做观察型小孩的方法，你有没有记住了呢？好，再来第二个问题，孩子的沟通表达有问题。好，交不到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沟通表达有问题。有些小朋友交不到朋友啊，跟语言表达有关系，因为语言表达就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要帮孩子顺利沟通，增加这一个能力非常非常重要。可是要让他用在交朋友上面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增加社交语言，你可以写下来。增加孩子的社交语言，增加社交语言很重要例如，你的孩子，如果我们在临床上面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常常会讲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他会比较受欢迎好，再讲一次如果你的孩子比较会讲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他会比较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的个性让人家觉得很好亲近。叮咚叮咚，中了。那如果你的孩子要就是比较会把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或者是还有一些我有整理出来，可以一起玩吗？你要这个吗？这就有一点要 share 的这种意味等等。你的孩子是常常讲这些比较偏社交的这些语言的时候，而且是蛮正向的这些社交语言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比较容易被亲近。那当然，我们大人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要把这个东西朗朗上口啊，这就是一种小小的在家训练啊，有没有记起来？社交语言，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可以一起玩吗？我可以加入吗？好，你要不要这个呢？好，来双手举出来，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好，然后眼睛平视别人，你要不要这个？这都可以教啊。我们不能只有停在你就去跟别人玩嘛，这个比较表层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引导嘛。好，所以我今天在教的是比较深入的。第二个，增加语言表达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训练孩子的双向沟通。譬如说，我们在跟孩子在讲绘本的时候，我们要训练他一问一答的能力。4岁、5岁以后的孩子，我们在讲绘本的时候，记得爸爸妈妈一定要记得一问一答写下来。跟孩子在讲绘本的时候，孩子慢慢的越来越大了以后，中班、大班，如果现场有幼儿园的老师的时候，有些幼儿园老师我觉得做的真的很棒。他们常常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会稍微 cue 一下小朋友，稍微再点点名，让孩子稍微抢答一下下等等，增加这一个互动，用开放式的这个互动，的训练方法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语表能力会比较好。当他语表能力比较好的时候，他自然而然跟其他小朋友讲话的能力也会比较强。这个时候就容易建立关系，这样懂吗？好，所以这个叫做讲故事，然后问他，然后家长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在放学之后可以关心一下他在学校都玩什么呢？都吃了什么呢？问他一些小问题，然后呢，这些问题的话，当做语言上面这些练习，有帮助孩子可以内化到他的社交情境里面去。所以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因为语言表达有问题而交不到朋友呢？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孩子的游戏能力有问题。很多的小朋友他在玩游戏，他在玩游戏这一个面向上面我们觉得有待加强。刚刚讲了第一个是玩法，那是玩法，控制型的玩法，观察型的玩法。我们这一个要讲的是他的游戏能力。举例来讲，小朋友的大动作发展技巧、玩球技巧、跑步等等这些东西，大肌肉这属于大动作。还有小朋友的精细动作发展，包括操作小肌肉，跟同伴一起操作玩具、扮家家酒、叠积木等等的，这个是精细动作。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些游戏能力。还有游戏能力的话，我们在临床上面我们还观察什么？专不专心嘛？你玩游戏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专心的跟其他小朋友玩？你会不会看看别人已经做到哪里了，再看自己的东西？然后呢，你会不会交换？你要交换之前，你也要看他正在做，不要就直接这样子过去了。你的不专心，可能就会让人家产生一种厌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专心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游戏必备的能力。好，那刚才讲了，不管是大动作技巧、精细动作技巧，还是专注力等等的，你的孩子越好，当然就越能跟上同学的指令跟速度，越能跟上这一个游戏这个时候不就是可以顺利交朋友吗？倒过来讲，如果一个孩子的大动作、大肌肉、小肌肉、精细动作发展，还有专注力发展的不是很好，不是很专心，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跟他玩，到后面的时候发现你都不专心玩，你也没听我在讲什么，你人也不看我，所以呢就会远离他，他就不会顺利的变成一段就是好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这叫做玩游戏的能力有问题，这叫做游戏能力有问题，有没有发现呢？所以家长们要加强孩子的游戏能力大动作、大肌肉、小肌肉、精细动作，还有专注力，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再来第四个，理解他人的能力有问题。这个其实你也可以叫做同理心。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4岁到4岁半的时候会有开始第一阶的同理心的发展，理解别人，了解同学到底是要跟我玩，还是要欺负我。然后呢，我这么做到底会不会让他生气？我的同学喜欢什么？我喜欢跟他玩，但是他到底喜欢什么？我会开始慢慢的懂等等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很重要理解他人的能力可是很多的孩子现在理解他人的能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同理心，还有换位思考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个能力很弱有些孩子到了小2的时候，小学2年级的时候，他还很弱，你有没有发现？那你有没有发现，当有北美的在美洲的妈妈是不是？好 ，OK 好来，有些移民国家不太会讲请谢谢对不起好，这有点昏倒。好 ，OK， 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孩子不太会理解别人，然后不太会同理他人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办法玩起来。还有些孩子很自我中心的玩法，他也没办法玩起来，因为他一直在聚焦在自己的玩法里面，然后他不太能进到别人的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来，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越自我的孩子，他越没有办法融入团体？越自我的孩子越不能融入团体。那自我的孩子是什么问题呢？自我的孩子就是同理心发展有问题，理解他人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在绘本上面引导，不管你有我的3本绘本，或者是我今天要推荐大家的这个叫做就是我就是这个社交情境的这一类的绘本我会跟人玩等等这一类的这些绘本你在这里面的话，就要教孩子去解读这里面主角
他到底在想什么？哦，来，这个是鸭子啊，他喜欢独处的鸭子。那你觉得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喜欢跟人家，还是不喜欢跟人家呢？哦，他常常觉得自以为完美了。哦，好，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这个很霸道的这个奥迪，哦，好，他很霸道，什么东西都会想要抢第一。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想要抢第一呢？哦，他是因为什么事情想要抢第一呢？教孩子去理解，去想，这就是在发展孩子的同理心。所以你看，带孩子讲的故事，那个 paper 还蛮多的，有没有发现？哦，你们都怎么讲呢？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常常问孩子呢？哦，还是你都一本一本的一直读给孩子听？读当然很好，亲子共读当然很好，可是你可以让他的方选更多，一样花同样的时间啊，做更有效率的事，为什么不这么做？对啊，一样。我带故事的时候，我在那边 cue 孩子的时候，孩子一样听得很高兴，一样很喜欢啊。但是我就在跟他们一问一答，然后答对了以后就，你觉得那个鸭子为什么常常要很霸道呢？然后讲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等等，然后小朋友答对了以后就跟他 give me five，很棒你有去想好，哇，他更喜欢听故事啊，他也更喜欢互动，这样子不是练起来社交了吗？好，这就是一点小小的这些技巧，所以孩子理解他人有问题。好，这样不够，因为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不够，这个内容绝对不够，所以我今天要送大家一个2到6岁社交情绪行为的引导表。来下一页。好，来，然后还有我刚才讲我会一起玩，我会一起玩的套书啊，我会一起玩这个套书啊，你扫这个 QR code，扫得到吗？应该可以吧？扫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去看所有的介绍。都看所有的介绍，就在天才领袖这边看介绍了，我帮你挑好了，不要花各位太多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每天都很忙，所以我前2天我不是才 po 吗？每天要做的事情都很多，都很忙，要带孩子的事情真的是无敌多的。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对？已经做得很好了，要常常鼓励自己。然后做更有效率的事情，你扫进去自己看，你自己去看这一套我帮你们挑的书。好，再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团，下一页。加入这个 LINE 的社团，立刻领取这个教养上面的这些文章，我帮大家编的这一个引导表，2到6岁社交情绪行为引导表。你配合刚刚的影片看，然后再看这一个引导表，这里面都有爸妈要怎么样去引导他要鼓励什么，要提供什么，要示范什么东西的。2到3岁，3到4岁，4到5岁，5到6岁。好，来加文章，我们还讲到小学超级澎湃的。你说老师有没有准备很多？这么多年了，我依旧老兵不死，我还是站在这一个岗位继续努力。然后呢，反而越做越多，给大家更多的这些很实用的这些东西，然后很好的文章，然后很好的这些我帮大家挑。很有效率，一教就会的这些套书，好，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更轻松育儿，真的，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越来越轻松，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觉得游刃有余，我自己还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每一天时间都被占得满满的，然后呢，很多事情一直重复的在教，这样子你不会觉得累吗？真的很累，所以。很累的话，我们要找到有效率的学习方法，有效率的引导方法。我们要慢慢的让他发现他们的那个成熟，你就会发现说，我变得比较轻松了。所以要鼓励自己哦。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哦，好不好？好，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啊，真的能帮助到大家。要加那个 LINE 的，赶快去加然后来要看优惠活动的，赶快去看，好不好？然后记得要帮王老师啊，传给更多人看，知道今天这一集小孩的社交技巧。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